大家知道，在产品设计和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是有一个铁三角存在，那就是产品、研发和 UX 的设计。那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 UX， 因为什么呀？我们就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一个产品的这样一个研发，以苹果这样的公司为代表的，以 UX 为核心的这样的公司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因此，我们要去学习 UX， 去了解 UX， 了解用户体验是什么样一个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在我们硅谷非常有名的著名的播客 Podcast UX Coffee 的创始人，也是我们谷歌的用户设计的经理Reisman， 那请他来跟我们做这样一个分享。好，这位就是 Reisman 米饭侠。好 Reisman，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Hello， 大家好，我叫Reisman， 非常高兴今天做客这个硅谷大舅的 YouTube、B 站频道。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现在是在Google， 就是跟大舅其实是同事，然后做一个设计师。我的个人经历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牛逼哄哄的经历啊，就是我是一个很普通的生长在上海的一个同学，然后我中学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些编程课，因为上海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搞那种素质教育，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编程竞赛。对，素质教育呢，就是我父母们就把我送到那种什么少年宫啊、少科班呐去学习这种计算机的东西。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希望我去学编程的，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就比较那个喜欢在编程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我们老师让我们做一个计算器，然后我就特别在意那个计算器它做的好不好看。那人家就可能写一个代码，他们在意的是那个代码的整洁度，但我在意的是那个 UI， 就那个用户看到的那个东西的样子，所以我设计很有感觉。对，我那个时候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种东西，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学做网站，那个时候学什么 PHP 啊，然后那种数据库的一些东西。那我反倒是对前端的一些东西最感兴趣，就是怎么把这个网站做的，这种动效啊 ，JavaScript 的那种东西，CSS 弄的，就交互的时候感觉很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可能是我第一次对设计这个东西，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挺有兴趣的。那是中学时期啊。然后后来大学的时候，我本科是在复旦大学的这个新闻学院的广告系读的。对，其实上对，其实已经跟这个东西算是已经扯远了，就是更像是传媒这个方向。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什么番茄才看到你的是吧？对，或者是什么工业设计啊，这个可能是更接近的，但是结果我去了这个新闻传播下面的，我们那个广告系其实是更偏市场营销这个方向，并不是到番茄台去这个什么主持节目做不是，是做那个市场营销的。对。然后那我觉得我本科的时候挺有意思的是，那个我们学校给了很多机会给我们实习。实习的话就是我们大概整个大学4年有9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实习。第一份实习我做的是我在孩之宝那家公司卖变形金刚的那家公司 Hasbro。然后我记得我去给人家做手模，就是给人家看那个变形金刚怎么玩啊，在电视上卖那个变形金刚。我后来去到这个联合利华这个公司，有一个和卤雪部门，它是卖冰激凌的，它下面有一些品牌啊，像可爱多啊、七彩旋啊，我不知道这个视频的这个听众现在还知不知道这些冰激凌品牌。那个时候就在上海的一条马路叫吴江路上一个大夏天在那里卖冰激凌，一天卖几百个冰棍，然后是有很多小吃对吧？对，有很多小吃。对，然后我做的很多工作也是去分析说，什么样的marketing campaign 就是营销的这种企划可以带动这种销售，让人们来喜欢。这个时候那个设计在校内网上，后来改名叫人人网说怎么样在社交网络上创造一个冰激凌的这种 campaign，能够让活动，对，请明星林俊杰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这个本来是应该去市场部做我以前的同事的，我以前是做市场的，或者你应该去广告公司做这个创意。是。那后来怎么就走上了这个 UX 设计这条路呢？对。然后我就说那个实习嘛，给我影响也挺大的。那个冰淇淋部门我当时做很多这种市场营销的分析，我就发现，什么东西，什么样的 marketing campaign 可以更好的卖冰淇淋？我发现其实什么campaign 都没有用，其实最有用的是天气，就只要全中国平均的这个气温高那么1-2度，然后可能一个地方天晴的这个晴天多那么1-2天，你这个销量就会上去，这个比所有的这个 marketing 的 campaign 都要厉害。那个时候就还挺受挫的，就觉得这个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靠天吃饭。对，就是
就那个时候开始怀疑，就是 marketing 这个东西意义吧。当然，我现在可以理解 marketing 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也是受到乔布斯的影响吧，大家可能都听到过这句话。乔布斯当时在招募百事可乐的那个总裁叫约翰斯卡利 John Scully， 他跟他说。你是想卖一辈子的糖水，还是那个想来跟我一起改变世界？我当时听了这个话就真的感触很深，我就说改变世界了，不卖冰淇淋了。对，我就是在说，我可能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也想试一试，说试试能不能做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这是一个契机。然后另外一个契机呢，就是大学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谈恋爱啊，那个我女朋友就是。当时就是决定一定要出国，那出国是一个对我来说影响很大的一个事情。决定。那对，我当时没有想着要出国，就觉得我毕业以后应该就是去那种宝洁、联合利华这样的公司做一个市场营销的人了。出国这件事情呢，让我去开始看，这个除了广告这个专业，我还有什么能学的？然后后来就找到了这个叫做人机交互这个专业。待会儿我们对 HCI， 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聊一下这方面的事情。然后那这个呢，算是让我正式的踏入了所谓的交互设计、用户体验设计这个领域的大门。然后就来到了美国，去到了Michigan，密歇根大学安娜堡的分校，然后也是一个很美的学校。然后读书读了2年，然后期间呢去亚马逊做了一个实习，他们的电商部门做那个创新产品，在手表上怎么让你买那个 baby diaper， 就是纸尿布那些东西。现在已经发布了是吧？对，这个早就已经发布了。有手表是吧？我还真不知道。亚马逊没有手表，但是那个有一个什么 Alexa 吗？对，它不是做手表，那个时候连 Apple Watch 都还没有，但是市面上有一些那个智能手表的这种厂商，像三星啊什么的，就是跟这样子的互联网大厂在合作，说在手表上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用力，一种交互哈。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去设计这个东西。后来实习结束以后回研究生2年级，然后就面试 Google， 然后就来了 Google。那我到 Google 以后就已经几年了？快要5年了，4年半的时间。做过什么产品？对，一直都在广告部门没有挪过窝，但是做的产品已经换了很多了。从那个对，我做过谷歌地图，做过那个搜索 Google Search， 然后还做现在这个叫什么信息流广告，以及在Gmail 的一些上面的广告。所以基本上就是谷歌各类的各个产品线上，凡是这个产品上可以放广告的产品，我都去做过了。那我做的是面向消费者的，就面向普通用户的这方面的体验。对的，这几个广告我都点过。连信息流广告我都点过，我昨天刚点了几个，还挺精准的。感谢你为这个公司做出贡献。好，那刚才呢 Reisman 分享了他的人生历程，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到美国，然后成为 Google 的一名设计师，然后后来成为了设计师经理，没错吧？对。你现在管理多少个设计师呀？现在我团队就2个人。对。好，那等会儿再讲关于这个设计师和设计经理的这个职业道路的事情哈。我们先要讲一个非常基础的话题，到底什么是 UX 设计师？然后我们还听说过很多什么 UXR，还听说过什么 Interaction Design 和 Visual Design，对吧？各种各样不同的工种，你可以讲一讲这个 UX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吗？可以啊，但其实我特别讨厌给一个词下定义啊，就 UX 其实是User Experience 用户体验的这个缩写啊，就国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叫法，也有叫 UE 的，然后这不管我们叫它什么，但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狭义的来理解它。狭义的理解这个用户体验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这种数字产品，就是一个 App 呀或者一个网站你怎么和这个产品进行交互你怎么使用它你整个使用它的一套流程一个体验，它都可以叫做用户体验。那如果你更广义的去理解用户体验这件事情呢，就是其实在生活中任何一个你使用产品的体验都可以叫做用户体验。你去餐厅的就餐体验包括你在会议室里面你整个开会的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录制，对吧？我们录制这期节目整个录制的这个体验，当然就是整个这些都可以统称为用户体验。包括你在一个楼道现在这几天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医院你就医的这个体验，其实都可以叫做用户体验，是一个非常广的，就是让人爽一种体验。对，就是你怎么样子设计把它设计的让人们就觉得用它觉得很爽。对，就是用的很舒服对。
是这样子一个东西。那前面你讲到的一些其他像 UXR 啊、IXD 啊这样的词呢，都是用户体验这个领域里面具体的一些岗位。对对对，不同的有不同的岗位。那最多的这个岗位呢，其实就是 UXD， 就是用户体验设计师 （User Experience Designer）。那这个就是顾名思义了 ，Designer 就是去做设计的。那所谓的UXR 呢，就是 User Experience researcher， 他是做用户体验研究的。这是因为这个行业随着07年 iPhone 发布以后越来越蓬勃发展啊，就是任何一个行业都是这样的，就是会越来越细分。那原来是其实产品经理做所有的这个设计用户研究统筹所有的工作。那后来有了用户体验设计师，那再后来呢就开始说，哎，设计师你能不能就专注做设计啊？那把用户研究去研究用户到底需要什么，用户的痛点是什么，交给专门的人来负责。明白。那这样子呢就产生了用户体验研究员这样子的一个岗位。所以说产品经理像我们以前是什么都管的，后来一步一步就分出来一些更加细分的技能，对吧？对。到以后我觉得未来我们就给大家买盒饭就可以了，大家做事，对吧？对对对，就分工细化以后是有就是专业的好处，当然也会让每个人可能会觉得，哎，我就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行业可能确实细化以后，我们会发展出很成熟的一些很专业对方法，然后说，哎，像用户体验研究，它就有比如说跟踪用户访谈，就是我跟着一个用户说他1周之内怎么使用 YouTube 的，他是在什么时间会使用 YouTube，他在用 YouTube 之前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理，是什么促使他去打开了 YouTube 这个 app，那像这样子的东西你就可以做一些跟踪访谈，你也可以做问卷调查，你可以做深入的深访，可以做那种 focus group， 8个人聚在一起，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聊天，这样子用各种方法去了解用户的这个诉求和他的这种使用的可能是需要。对，这就是用户体验研究员做的事情。那设计师呢，就是他知道了这些需要之后，他怎么把它捏成一个设计呢？对，当然就是用户体验的研究员会把这些我们叫做发现分享给整个团队，产品经理设计师会一起去通过他们的研究，看这些录像的视频或者说一些总结的问题来说，哎，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改进这个体验？那设计师呢就需要把这些发现我们叫 translate 成一个设计的方案，就是你怎么说，哎，你看到这个问题，那有可能有很多种的解决方案，那设计师呢就需要去做自己的脑报，然后去想有多样的方案，他设计师甚至可能需要去再追问一步，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背后是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吗？再反馈给用户研究员，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都是有可能的。对。那前面你还提到这个 IXD 和这个Visual Design 其实是设计师这个职能下面品类下面呢，其实是再细分，也就是说在大概是2010年左右吧，就你会看到这个随着用户体验的这个蓬勃发展吧，这个视觉设计和交互设计开始分叉，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说把那个画图标这样的事情，画 logo 这样的事情，或者说这个字体应该用什么大小，该用粗，用哪种字体这种非常视觉设计范畴里的事情，专门交给一个人去做。感觉好像是偏艺术的，是吧？对，偏艺术、偏视觉向的那交互设计呢，可能就会更 high level， 就是更层次更高一些。他说，哎，我的整个界面导航，我这个 app 的导航应该是怎么设计的？我应该怎么把所有的视频做分类？我怎么引导一个新用户从不了解这个产品，慢慢的知道这个产品是做什么的？那这些是可能交互设计的范畴。那这个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进行的一些行业的细分吧。那最近呢又有一个趋势，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管了，就大家都收起来，就是说其实你都叫产品设计师。明白了。那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你都要做。那我们期待呢设计师会越来越全面，就是你交互设计也能做，视觉设计也能做，动效设计也能做。工程师有点意思，工程师以前就是分细分前端后端，现在不是有出现一个词叫全站，对吧？就是前端你也做，后端你也做，反正全都你做。这个可能设计师现在也被这种全
面性，你又能做设计，又能做研究，又能做交互，又能做这个图表的这种设计，图标的设计。对，就现在可能趋势是这个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往后会怎么发展，因为其实现在你能看到 Facebook、Airbnb 这样的公司就没有这个所谓交互和视觉之分了。那虽然我们 Google 还有这个区分，但是在招聘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就希望是你是能够全站的，也许可以有侧重，但是还是在一起的。好，那你刚才讲了各个不同的职能，这个 UX 是干嘛的？那小伙伴就要问了，那我适不适合做 UX 呢？或者说你说这个 UX 这个职位或者这个职业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去做呢？我觉得其实用户体验这个行业可能有的人会说，你是不是需要那个有点天赋要有点画画的这种从小学画画呀，你是不是才能做一个设计师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那我比方说我现在就是你给我一张纸一个笔，我连直线都画不直了，那这个是基本的素描培训，并不是美术的问题。对，我觉得美术并不是一个必须的。当然，如果你是美术生，可能在那种画画这个方面会有一些帮助，但绝对不是必须的。那我觉得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可能是你在不在意这个事情。就你可以反思一下自己，你比如说你平时在用一个产品不管是这种 digital 的一个 app 或者网站，你用到不爽的地方，你会不会就真的觉得说，这个地方好不爽，我怎么能够去改进它？这样子，或者是就比如说我刚刚的例子，我中学的时候学计算机课，我更在意的是我写出来的代码最后呈现给用户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那这个鼠标滑上去或者点一下那个交互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特效啊，对，那阴影啊，对，我的有一些同学呢，就现在当然就是去做工程类的一些同学，他们那个时候呢会更在意说这个代码的复用性，我这个代码的性能怎么样，是不是能够跑得比别的代码更快一点，那这样子的同学可能更适合去做工程师。对，如果这个同学是他会去想这个产品到底应不应该做，那就应该适合来做产品经理。对，可能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用户体验这个岗位其实适合所有人，你不管是学什么专业的，你都可以想一想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领域。就是说只要这个人他对美或者对这个人机的交互这个事情他在意，对，他觉得这个事是个值得做的事情。是，而不是说这个交互无所谓，只要有功能就行了。只要他在意这个事情的人，是他就有这个潜力来做这个。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学的。是，就是这个硬技能这些东西，说实话其实是很容易 pick up 的。就是你用现在都不用 Photoshop 了，你用那些设计软件，其实入手相当容易的。那你花个可能1-2个月的时间把这些软件学习一下是相对容易的。那更难的可能是你是否真的在意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如果你看到面前2个杯子，一个丑一些，一个你拿的更舒服一点，也更好看一点，那个弧线更美一些。如果你真的在意这2个杯子有区别，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考虑来做这个行业的。那正好这个问题呢就接到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如果说我觉得我对这个挺有兴趣的，我觉得做设计很好的，怎么能做这个事儿呢？比如说如果是读一个专业的话，什么专业来做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自己看到很多的专业的人来做 UX，比如说有什么 HCI 啊，有什么学这个建筑的呀，怎么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专业，你能说说看这个从学习角度来说是怎么来进入这个行业吗？那这个可以分为叫做前 iPhone 时期和后 iPhone 时期。那这个行业就我前面一直就强调说，其实是 iPhone 以后才开始对大家说，用户体验真的是一个行业。那在 iPhone 之前，我们也用网站，也用很多的这种什么金山读霸、瑞星这种软件，也是有人设计的。那些设计师呢，可能更多的背景是来自于传统的这种美院，那个是美术专业相关的。那随着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所谓的 scope 越来越大，对它的这个行业的包容性其实也越来越大，就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来试一下，尤其是这几年我们会看到用户体验会跟传统行业有更多的这种交叉。就你可能是以前是学建筑的，那你把建筑和用户体验乘一下，你是不是就想到说，我进入办公室的整个动线，我是不是能够让员工更好的能够沟通？那建筑乘以用户体验，它就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解决一个传统的建筑设计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来做？那这样子的话，你原来可能是学建筑专业的这个背景，反而是你做用户体验的一个优势。对，那一样的，比如说国内很多网红的这种概念店，喜茶或者是这种什么的
这种传统行业吧，所谓的，那可能你的这种多元化的背景会更有利一点。那我稍微问一个更加狭义的问题，就比如说想到，比如说 Google 做 UX， 或者说在互联网行业做 UX 设计师的话，一般都是读什么专业的呢？一般是对现在的话，国外尤其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专业的叫做 HCI， 就是人机交互这个专业，对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那现在可能我不知道全美可能应该有大几十个院校会开设这个专业，一般是分设在计算机学院或者是信息学院下面，那当然也有在设计专业这个领域下面的，那这个是专门针对培养这个所谓的App 或者是网站这种数字产品的这种设计的这个用户体验。那我稍微多问一下，那这种专业如果招学生的话，他需要这个学生什么背景呢？各种各样的背景都招，他其实很宽，对，非常非常宽我可以 CS 也看。对 marketing business 的人也看。对，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就有原来是学金融的，学这种财务或者审计学保险的，然后也有学管理类的然后也有学新闻类的，新闻传播的也有很多，然后也有这种学物理化学这种传统的这种理科专业的，然后计算机的当然也有非常多，当然也有像我这样子可能我商科，对学营销这些的，其实是包容万象，因为本科没有一个国内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你最多就是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是最接近于这个专业的那视觉传达可能是国内最接近这个东西的一个，但也不太一样，因为所谓传统的国内的视觉传达最传统意义上是做平面相关的，画一个海报，对，做这种海报或者是传媒类的一些东西。那所以这个行业如此之新，以至于包罗万象，就所有的人都可以。他怎么挑呢？就大家都来不同的专业，他怎么来选择要这个人不要那个人？这个，还是说大家都必须参加一个某种，比如说设计考试或者怎样呢？这个就涉及到就是你面试的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如果是比如互联网公司面试一个求职者，那肯定还是希望他能够在相关领域有一些经验的。那 UX 这个行业其实可能和产品经理我不知道跟工程师不太一样的是，他特别注重作品集。作品集？对，作品集是你求职的最有力的一块敲门砖。那就是你之前做过什么作品。就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可能设计过一个什么小的程序，帮助。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是做翻译的一个小软件，或者是做这种 unique conversion，就是把摄氏度转换成华氏度，所以这种小工具，你可能你平时闲着没事儿做了一个，那你可以拿来做作品。那你当然也可以在公司里面有实习经验，那这些的都会构成你的作品集。难怪我现在跟我一起合作过的设计师全都有自己的网站，好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网站，对吧？对，这个搜一下他的名字肯定有网站。对，甚至我觉得连简历都不是必须的，但作品集应该是必须的。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给这个 Reisman 这样一个采访呢，会分好几期来分享给大家。所以的话呢，我们接下来会讲更多深入的话题，比如说这个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 UX 的职业路径，比如说 UX 和 PM 的关系，甚至 UX 的面试等等相关的一些话题。所以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千万不要错过。那请在YouTube 上给我们转评赞，如果在这个哔哩哔哩上呢，请给我们3连表示支持，非常的感谢。然后的话呢，我呢也设置了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观众群，那么请扫这个页面上这样一个二维码，然后让这位同学拉你进群。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